周父继续说道：“钱分一点给海玲无所谓，做人也别做得太绝，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日后好相见。但洋洋必须留给我们家哦，这是他们周家的香火呢。爸，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争取到洋洋的抚养权的。在你们夫妻俩还没有离婚之前，你的保证爸都信不过，还是把洋洋接过来，让我和你妈守着，我才能安心。”周红林无奈的道：“爸，你和我妈都没有带过洋洋，把他带过来，他一下子不适应哭闹怎么办啊？”周母接过话，就是没带过他，才要把他接过来，培养一下感情，以后你再婚。难不成那个姓叶的愿意带着洋洋？洋洋肯定是跟着我和你爸，我们好歹是他的亲爷爷奶奶，后妈有几个好弟啊？再说了，你和姓叶的都年轻，你们很快就会有属于你们自己的孩子。洋洋不是姓叶的生的，他不可能对洋洋好的。没有照顾过洋洋是一回事，周父周母还是担心孙子会被后妈虐待的。就近年来多的是后妈虐待前妻孩子的新闻，有些才几岁大都被后妈虐待致死的。有了后妈就会有后爸，谁知道自家儿子以后对洋洋怎么样？洋洋是他们家第一个孙子，周父周母是很看重的。我和你爸有点退休金，年纪也还不大，只要我们身体好，还能养大洋洋的。你以后只要给生活费，洋洋上学的学费就行。周红林想了想，说道：“那行吧，我今晚就回家，明天把洋洋带过来给你们带着。”周父周母见儿子答应了，才放下心来。周家人会在离婚时扯皮，海彤姐妹俩早就猜到。海彤在店里睡了半天，补回了精神，醒来后已经是11点多了。看到沈小军陪着洋洋在玩，洋洋不停地发出欢笑，海彤心里有点酸。姐姐一旦离婚，洋洋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离婚不管是对大人还是对孩子，都是一种伤害。醒了，沈小军笑着道：“还困的话再睡一会儿，等梁姨做好午饭了，我叫你起来吃。”睡了半天，精神好很多了。洋洋走过来：“小姨。”海彤抱起他，他问：“小姨，你是不舒服吗？为什么一直在睡觉啊？”他还学着妈妈平时摸他额头的样子，摸了一下海彤的额，然后又摸摸自己的额，却不知道说什么。他这个小动作逗乐了海彤，发狠地搂了他一把。海彤松了力劲后笑道：“小姨没有不舒服，是昨晚睡不好，现在补眠才会一直在睡觉的。”小姨为什么睡不好？洋洋觉得自己爬上床后，只要妈妈在身边，他就能睡得很香很香的。小姨是不是没有妈妈在身边，所以睡不好？他没见过小姨的妈妈呢。妈妈说，小姨的妈妈就是她的亲外婆，因为小姨想着怎么赚大钱、发大财、当大富婆，所以就睡不好。洋洋眨眨眼，想接话，又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副纠结的样子，搞笑得很。洋洋吃过了吗？洋洋摸摸自己的肚子，答道：“君姨喂我吃过了，洋洋饱饱。”海彤笑，放下他。那洋洋再玩玩，小姨打个电话。好。小家伙乖巧地走回到沈小军身边，让沈小军陪着他一起玩玩具。海彤打电话给战印，战印很快就接了他的电话。战先生，你上午还好吗？撑不撑得住？撑不住的话，开完会就请假回来休息半天。听着他的关心，战印心情愉悦。他往后靠在黑色的转动椅上，来回转动着椅子，嘴上说道：“我回公司后又喝了一杯咖啡，才撑到现在。快下班了，我马上就可以睡一会儿。你不吃饭呀？困得很，都没有胃口，不想吃。不吃怎么行？忙了一个上午，再不吃午饭，饿坏了胃，很难养回来的。”战印语气软软的：“我就是不想吃呀。你下班后先睡，我等会儿给你送饭过去，到你公司门口了再打电话给你。”他是为了他姐的事才一夜没睡的，于公于私，海彤都不能放任着战印不吃午饭。那好吧，我在公司先睡会儿，你过来后再给我打电话，开车小心点。我在店里睡了半天，现在精神好得很。没事的，你先忙完了赶紧睡一会儿。海彤说完就挂了电话，然后起身进厨房，拿出保温饭盒，边清洗边对梁姨说道：“梁姨，战先生不回来吃饭，我给他送过去。”
你们先吃，给我留点饭菜就行，我回来再吃。梁姨忙道：饭菜已经做好了，等你姐过来就可以吃，要不你先吃，等你回来再吃吧，估计都要下午1点多，那样会饿坏的。啊，海童想了想，也是，便让梁姨给战印盛饭加菜，还给他盛了汤，反正保温饭盒装得满满当当的。他迅速地喝了1碗汤，扒了1碗饭，菜都不怎么吃。3两下填饱肚子，他就提起保温饭盒对梁姨说道：我先去送饭，梁姨等会儿忙的时候你看好洋洋就行。学生们都是很自觉的，不需要怎么看着，沈小军负责收钱就行。我会的，你快给战先生送饭吧。梁姨更怕大少爷饿着，催着海童赶紧送饭去。那一边的战印在结束与妻子的通话后呢，美滋滋的发信息给苏南：中午你自己去酒店吃饭，我不去了。苏南很快就回复他，问他又去嫂夫人的店里吃啊？战印答道：我困得要命，先补眠，我老婆心疼我，亲自给我送饭过来。苏南不想回复他了，觉得自己又被喂了一嘴的狗粮。他严重怀疑战印是在秀恩爱，刺激他，让他更加期待和沈小军的相亲，然后战印可以收媒人红包。咚咚，敲门声响起，打断了还想继续秀恩爱的战印。外面的人也不等他回应，就自顾自地推门进来了。哎，赫然是他的奶奶。奶奶，你怎么来了？还是在这个时候啊，海童很快就要过来了呢。奶奶这是踩着点来当电灯泡。老太太不仅来了，还拖着一个行李箱进来。战印看到奶奶拖着的那个行李箱，脸就绿了，蹙着眉问：奶奶，你这是做什么？老太太拖着行李箱径直走到沙发前，然后一屁股坐下，说道：阿印，我要搬到你和彤彤的家里去住。战印绷着脸：奶奶，你答应过我，我又不搞破坏，你紧张什么？担心什么？老太太反驳着他，随即又理直气壮的道：我都被你爸和你叔他们赶出家门了，我走投无路了，来投靠我孙子，不行吗？你也要学你爸和你叔他们把奶奶赶出家门？哎呀，人老了就是遭人嫌呀，去哪都被赶，养儿子有什么用呀？养大孙子有什么用呀？还不如养个孙女儿贴心呢。战印一脸黑线：奶奶，我爸和我叔他们不可能把你赶出来的，要搬来跟他住，也别往他爸和叔的头上扣一顶大不孝的帽子呀。老太太笑眯眯的：总不能说是我儿媳妇赶我出来的吧？儿子是我生的，我怎么抹黑他们？他们也不能跟我较真，儿媳妇可不是我生的，我哪能抹黑我儿媳妇呀？我都听说了。战印颇有点不自在地问：奶奶，你都听说了什么？我听说你大姨姐要离婚了，她出事正是你表现的机会，你只要帮着你大姨姐解决难题，海童对你的好感那是咻咻的上升，然后我就可以抱到曾孙女了。那么多的好戏，奶奶错过了，这次说啥也不能错过了，我就要搬过来跟你们住。你不让我住，我去找海童说你不孝，在我走投无路时也不肯收留我。战印的脸色黑得不能再黑了。奶奶，你能不能讲点理啊？我跟你没理讲，我行李都带过来了，你不让我住进去，我就在你们家门口打地铺。海童要是觉得你不孝，不想再喜欢你，可怪不得奶奶哈。你也放心，奶奶不会穿帮的，你瞒着身份骗海童那么长时间，这时间越长呀，以后穿帮了他越生气，奶奶看得越是欢喜，就看你战印如何收场。战印压抑着怒火，这是亲奶奶，亲奶奶，他得忍着别发火，千万别发火。行行行，你要搬过来住就搬过来住吧。战印对上自家奶奶，只有举白旗投降的份。奶奶，你肯定还没有吃饭吧？现在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你赶紧去找一晨，让他带着你去吃饭。老太太反问他，怎么你不吃饭啊？还是你去海童的店里吃？我能跟着去吗？你不是想快点抱到曾孙女吗？老是跟着我去当电灯泡，再过几年你都抱不到曾孙女。哟，开窍了呀，这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升起来的？还是我老的出现了幻听，听错了。老太太掏出手机来，
对着战印说道：“阿印，你再说一遍，声音大一点，让奶奶录下来，闲时放来听听，证实一下奶奶没有听错。”老太太又瞄两眼孙子的脚，问道：“脚痛吗？”战印黑着脸不说话。几天不见，阿印，奶奶怎么觉得你的脸都肿了呢？谁打肿的？战印依旧黑着脸不说话。我听谁说过，我不吃醋，醋太酸。我不追妻。阿印，你知道是谁说的吗？战印绷着脸，脸黑黑的，唇半抿得紧紧的，不说话。老太太笑够了呀，才换个话题。商小飞不在那边等着，他不会再来纠缠我的啦。商小飞这2天都没有再来守着，他也和海童说过，只要他战印有了女友或者结了婚，他是绝对不会再来纠缠他。这一点倒是让战印高看了商小飞2眼，不会打着追求真爱的旗号拆散别人的婚姻。那个刁蛮千金在这方面强过很多人啊。他知道你和海童的事了没有？我就秀了秀我的左手，他就知难而退呗。老太太呵呵2声，你以为你左手是什么？秀秀左手他就知难而退，你早干嘛去了？战印默默地掏出他时刻戴在身上的那枚金戒指，然后套在了左手的无名指上，朝奶奶晃了晃。奶奶，我叫一晨上来带你去吃饭，行李箱也带上，吃完饭后叫一晨送你去海童的店里。老太太想说什么，战印补充一句，奶奶，一晨年纪也不小了，你别老盯着我，我怎么着都结婚了，是个有老婆的人，一晨还单着呢，你老是不是要转移一下视线，免得一晨老说你偏心。老太太撇撇嘴，我这不是还没有相中吗？等我相中了人选，你那些弟弟们一个都跑不掉，不用你叫一晨上楼，我自己去找他吧。老太太说着起身，拖着他的行李箱就走。战印还是通知了弟弟，让战一晨来接老太太。当战一晨看到奶奶拖着行李箱时，他错愕不解地问着：“奶奶，你这是要干嘛呀？”“出门度假，我要搬去跟你大哥大嫂一起住。”战一晨又不傻，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他笑道：“奶奶，你问问大哥，我能不能也搬过去住？你哥那房子那么小，哪里还能住下你？我睡沙发都行，实在不行，打地铺也行，你就跟大哥说，我每天看着他和大嫂恩恩爱爱的，容易受刺激，就会想着结束单身，他只要让我住进去，我爸妈都会非常感激他的。他还单着，父母也是着急不已。”老太太呵呵的道：“要说你自己去说，奶奶不给你当枪使，你以为奶奶搬过来住很容易？奶奶那是厚着脸皮往你爸和你叔你伯的头顶上扣了大黑锅才赖进去住的。我要是帮你说句话，连我都不能住进去，我多亏啊！已经错过了那么多好戏，下半场啊，说什么也不能错过了。尤其是战印那臭小子现在对海童开展攻心行动了，他不看着点，万一2个小的又闹矛盾呢？打冷战，一切回到原点，他什么时候能抱到曾孙女？”战一晨好奇地问：“奶奶，你往我爸他们头上扣了什么黑锅？我有样学样行吗？”老太太一巴掌呼过去，等你将来当了爷爷再说吧，现在你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学不来。战一晨摸着被奶奶拍打过的地方，好奇至极，奶奶到底扣的是什么黑锅，需要他当爷爷了才能学。战一晨带着奶奶下楼，然后婆孙俩准备去酒店吃饭。一出办公大厦，战一晨就眼尖的看到了海童。奶奶，我现在明白大哥叫我带你去吃饭的原因了。他指指公司的门口，对奶奶说道：“我大嫂来了，还提着保温饭盒给我大哥送饭呢。怪不得大哥火急火燎的要他带着奶奶离开，嫌奶奶当电灯泡。”老太太顿住脚步，眯着眼睛看了好一会儿，说道：“真是彤彤，你赶紧打电话给你大哥，让你大哥换一间办公室，就去你办公室了，别让彤彤知道了。”战一晨嗯了一声，就给大哥打电话。不用他通知，战印早就知道海童来了。他抽屉有望远镜，送走奶奶后，他就拿着望远镜站在窗前往下望。看到海童的车子出现后，他把望远镜放回原处，匆匆地下楼。战一晨开着车带着奶奶出去，在公司门口停下来，按下车窗跟海童打招呼：“奶奶，一晨。”海童笑着走过来，问着：“
奶奶，你怎么在这里？老太太故意垮着一张老脸，说道一言难尽。彤彤，我先去吃饭，饿死我了，晚上再和你聊。怎么了？好的，奶奶，你先去吃饭。大嫂，我带奶奶去吃饭，我哥还在办公室，给他打电话，他会出来接你的。战一晨说完，开着车载着奶奶走了。走远后，他笑道：幸好我每天都开着这辆车上班，就怕有一天我大嫂找到公司来，看到我开的车是豪车，从我这里开始怀疑的话，我大哥会扒了我的皮。我看他那张纸很快就会被火烧破。老太太说道，看他以后怎么收场。一晨，你以后可别学你大哥。我觉得很好玩呀，隐瞒了身份，才知道对方爱的是你这个人，还是你的身份地位。老太太不吭声了。他们家的条件的确容易让人冲着身份地位来的。目送着婆孙远去后的海童，刚想打电话给战印，战印已经出来了。战先生，海童拎着保温饭盒迎上前去。战印忙了一个上午，靠喝了2杯咖啡撑着的，觉得很累。但此刻看到海童满脸笑容走向他，他忽然觉得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你们下班了吧？战印点头，刚下班。海童看了看，很多人从办公大厦出来，人多到堪比春运期间的车站，这些都是职场中的精英呀。海童没有进过公司上班，看着那些职场精英个个都穿着统一的职业套装，精明干练的样子，颇有点羡慕。当然呢，他更喜欢自己现在的工作，自由自在的，饭菜都是刚做好的，你趁热吃了。海童把保温饭盒递给战印，你是拿回办公室里吃，还是到我车上吃？战印伸手去接保温饭盒，同时也在看着他。我一个人吃，没有胃口。我吃过了呢。海童本能地答道，想了想，又说道，要不我陪着你吃，等你吃完了，我再回去。战印黑眸闪烁，去我办公室吧。海童再次瞄了瞄那黑压压的人群，试探地问道，我不是你们公司里的人，可以随便进去吗？我带着你进去吧，就没事。他朝海童伸出手，海童略一犹豫，就把手递给他了。握着他的手，战印嘴角有抹笑，海童没有留意到。他一手提着他亲自送过来的保温饭盒，一手牵着海童的手，带着海童迎着所有人错愕猜测的眼神一路而入。战总，每个人看到战印都会恭敬地问好，大家也会冲海童微笑点头，算是向海童打招呼，更多的在猜测海童的身份。能被他们战总拉着进来，必定是战总喜欢的人。话说，他们战总什么时候有女朋友的？保密功夫真是到家，要不是今天有幸看到，他们都不敢相信战总也会有女朋友啊。怪不得商小姐没有再来守着战总，大概是知道了战总名草有主吧。虽说商小姐任性点、刁蛮点吧，但人家也是豪门出身啊，有的是傲气，不愿意和别人争一个男人，也很正常。有人想用手机拍战印拉着海童的画面，被旁边的人制止了。你想死呀？敢偷拍战总？那人有点不解，我没拍正面，就拍后背，咱们战总铁树开花了，这是天大的新闻，我忍不住想发个朋友圈。就算是背面都不能拍，在战总没有对外公开的时候都不能拍，也不能和外人说这件事。那人想了想，脸色顿时煞白，忙把手机塞回裤兜里，并向制止他偷拍的人道谢。战总的手段他们都清楚啊，得罪战总，他们的职业生涯就会提前退休。别以为偷拍战总，战总不知道，战总身边的苏总那可是被戏称为情报头子的，厉害得很呢。只有战总不想知道的，就没有战总不知道的。海童不知道这些，他被战印拉着走进了办公大楼，被战氏集团办公大厦的大气震撼到。等战印带着他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留意到办公室门口写着副总裁办公室，才知道战印在战氏集团的职位。办公室的门关上后，他就说，战印，你平时总说你在公司的职位普通，平时连见老板的机会都少之又少。刚我进来看到那门口写着副总裁办公室，你也太低调谦虚了点，这不是我的办公室。战印撒谎成自然，已经脸不红气不喘的。他走到待客区的沙发前坐下，等海童跟着过来了，他解释，
这是我上司的办公室，刚才穿过的那大格子间办公室才是我工作的地方。你不是给我送饭来吗？我怕你被大家看着会不自在，特意跟我上司借了办公室用一用的。他的话半真半假啊，办公室不是他的，这是真话。战逸晨是他上司，这是假话。海童信了他的话，在他的对面坐下来，笑道：我有什么不自在的？他们想看就看呗，我对我的颜值还是很自信的。他们都叫你战总，对你客气得很。战逸边打开保温饭盒的盖子，边说道：你要是进我们公司上班吧，就知道公司里有很多总的，副总裁都有很多呢，每个人负责的区域不一样。反正我在公司不上不下吧。海童吐吐舌头，还好我没有这个本事进你们公司上班，否则那么多总都记不住。战印深深地看他一眼，你现在这样挺好的，自由，收入又不低，你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这样的自由个体户。我是不习惯被人管着，所以一毕业就和小军合伙开了这间店，也是小军家里人给力，否则我们也拿不到那间店的经营权。想在学校门口开店做生意没那么容易的。那盆发财树是从我网店里买的吗？海童看到了战逸晨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盆发财树，战印嗯了一声，他很不想看到逸晨的那盆发财树，因为老二不花1分钱就得到的。刚才穿过格子间办公室时，你没有留意到吗？大家的办公桌上都放着一盆发财树或者金钱树的工艺品，有些是招财猫，不管是什么都是从你网店买的。海童顿时生出了成就感，笑道：多亏了你和逸晨的推荐，还有小飞功劳也不小，他不仅发朋友圈帮我推荐，还让他哥也买了我的工艺品摆在办公室里，说能带动我的生意。现在啊，我网店的收入已经超越了我书店的收入，朋友多，路好走，朋友要是像商小飞这样给力的，路就更好走了。哎，他老婆的工艺品还摆到了对手的办公室呀，他还没有成功入侵商事集团呢，他老婆比他有本事，先攻下了商事集团。不错，不愧是他战印的老婆，跟他一样霸气。哎，海童要是知道他在心里的想法，绝对会说他是往脸上贴金。知道是战印上司的办公室，海童只敢环视2遍，并不敢到处乱走。之后他的视线回到战印的身上，笑眯眯地看着他吃，时不时问他好吃吗？梁姨的烧的菜还是不错的，不过我更喜欢你烧的家常菜，很有味道。我觉得梁姨烧的菜比我烧的好吃呀。战印深深地看着他，那意思不言而喻。海童莫名的心跳加速，怎么回事？以往被他那乌黑的眸子盯着时，他脸不红心不慌的，就没有怕过。现在被他盯着他就心跳加速，想逃避又舍不得，很矛盾的心理。啊，你下午真不能请假休息？下午不行，明天我请假，后天周末，等于连休3天。海童不解，你今天不请假，明天请假做什么啊？今天的事情都是很重要的，必须处理好。明天没什么大事，请假休息休息，没人说什么。海童哦了一声。对了，我刚才看到了逸晨和奶奶，奶奶很不开心的样子，发生什么事了？战印边吃着边答道：跟我爸吵架了，一怒之下，奶奶就离家出走，拖着行李箱来公司找我们兄弟俩诉苦。晚上奶奶要住进我们家里去。怎么吵架了？海童关心地问，他记得公公对奶奶非常孝顺的。我也不知道，问奶奶，奶奶不说，我打电话给爸问他，他也不吭声。那咱们就不问了，奶奶要住我们家就让她住久一点，你明天不上班，正好陪奶奶到处逛逛，让她老人家开心开心。我陪着她，她只会更加的不开心。奶奶总嫌我嘴笨，不会说话，她更喜欢你。海童随口说道，那咱们一起带着奶奶到处散心。战印奸计得逞，应着好。西郊有个度假山庄，明天我带着你和奶奶去那里散心。后天大姨姐和周红林商议离婚，他们作为娘家人肯定要过去撑场子的。故而他只有1天时间和妻子约会。度假山庄是他们战家的产业之一，不过是经营性的，对外开放，每年去那里度假的人多不胜数。
听说那里很漂亮，很好玩。我也没有去过，不知道怎么样。海童掏出手机，搜索度假山庄的图片，看过后开始期待明天的到来。说是一个人吃没有胃口的战大少爷，不过几分钟时间就把海童送来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的。他想去清洗饭盒，海童忙按住他：“我来吧，你累了一上午，好好休息。你上司办公室很舒适，在他的沙发上躺一躺，比你在你办公桌上趴着睡要舒服。”他的体贴让战印心里甜如蜜。战印也真的困，在海童清洗饭盒的时候，他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海童出来后看到他已经睡着，放轻了脚步走回到他的身边，静静地看着他的睡颜。颜值高的人睡着了还是那么好看。海童放下保温饭盒，在他的身边坐下来，继续欣赏他的睡颜。这男人啊，高傲冷冽，出领正直，连跟他多说两句话都不愿意的样子。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对他温和了些，话也多了点，信任也在一点点的建立。都说感情是培养出来的啊，海童信了。他和战印现在不敢说感情深厚，绝对比刚领证那会儿强太多。至少他会关心他，他也会体贴他了。趁他睡着，海童伸手去摸他的脸，嘴里小声嘀咕着：“第一次摸你的脸时，你那反应笑死我了，好像我是色狼一样。现在我想怎么摸就怎么摸，嘻嘻。”那两声笑颇为得瑟。战印有种的你往下摸呀。海童，我是个女孩子，还真没种呢。战印，海童附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道：“咱俩现在处得不错，要不我们考虑考虑，就这样过一辈子，不离婚了，好吗？”睡着的战印没有听到他说的话，否则他能乐开花。早知道他有这样的想法，他也不用偷偷摸摸地摸回了协议，毁尸灭迹啊。还是协议到期后再说吧。海童觉得相处的时间还不够长，还是不要轻易许下一声的好。协议，海童忽然间想起他把协议放在，他不在乎那份协议，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跟他搭伙过日子的，所以他那份协议他都没有藏起来，就随手放着，好像一直放在梳妆台上吧。但他梳妆台上现在没有那张纸了，他好像在那张纸的背面画画。海童瞪着熟睡的战印，他无意中毁掉的不仅仅是他的话，还有他们之间的协议。不是他手里的那一份协议被毁掉，他的肯定被他当成圣旨供起来了。手指戳了戳战印的脸，他没反应，海童再戳一下，嘴里说道：“我的被你无意中毁掉了，你的还在你手里，不太公平呢，我都没有保障了，要不要把他那一份偷过来毁掉？那样就公平了，谁的手里都没有协议，谁也约束不了谁，他也能放心点。”想到他都没有机会进他的房间，海童头痛起来，该怎么样才能把他那份协议偷过来毁掉？灌醉他，敲晕他，还是勾引他？海童想了多种办法，最后都被他否定了，还是慢慢等机会吧。海童以为自己要等很久才有机会摸进战印的房里，没想到晚上就有了不错的机会。老太太是突然来的，她跟战一晨去酒店吃过饭后，并没有马上就去海童的店里，而是在酒店休息，一直到晚上9点多才叫来战一晨，把他送到明苑花园去。晚上10点的时候，老太太拖着行李箱站在了战印的屋门口，她按响了门铃。谁啊？来了。梁姨边应着边走过来开门，拉开门看到是老太太，梁姨吃惊不已：“老夫人，您怎么来了？你们大少爷和大少奶奶不在，在回来的路上了，还没有到家，我先回来的。”每天傍晚，海玲下班回来接走洋洋，梁姨就不必再在店里守着。梁姨帮老太太拖着行李箱进屋：“老夫人，你这是？从今晚开始，我在这里住下了。阿良，你们大少奶奶在的时候，你别叫我老夫人。阿印是怎么向海童推荐你过来的？”梁姨关上屋门后，带着老太太往里走，嘴上应着：“大少爷说我照顾过9少，那咱俩可以当个老熟人吧，你注意称呼就行。”梁姨笑道：“我会记住的。老夫人，您坐，我去给你倒杯水。”老太太嗯了一声，并没有坐下，而是在屋里转悠了一圈，最后在战印的房间前停下来。
伸手扭动一下门把，发现锁上了。他嘀嘀咕咕着什么，梁姨听不清楚。晃回到沙发上坐下来，老太太问：“他们俩还是分房而睡？”“是的，大少爷的房门总是锁着，怕死大少奶奶进去。”“这个臭小子！”老太太骂了一句。怪不得海童说，就算他愿意扑倒他，扒光了他，也啃不下嘴。就他那副死傲娇的样子，换谁都啃不下嘴。老夫人，您老亲自出马，大少爷和大少奶奶的感情肯定会突飞猛进的。据我这2天的观察，小夫妻俩是有点感觉的了，就是还不够深。咱们大少爷主动出击，大少奶奶则有点害怕，也有点心大，可能是安全感不够。彤彤安全感不够，就是战印那小子做的还不够好。老太太叹口气，那小子是个慢热的，现在能到这种地步已经很不错了。我以为还得1年半载才会开窍呢，我真是愁死了。她这辈子的确过得很好，丈夫在的时候夫妻恩爱，年纪大后又儿孙满堂，个个孝顺，然后孙子们又被培养得很优秀。唯一让她发愁的就是孙子们的婚事。不说战印底下还有8个弟弟，仅是战印就让他操碎了心。老头子临死前跟他分析过9个孙子，说战印是最孝顺他的，但也是最让他操心的。还说以战印的性格，如果他不插手战印的婚事，那小子会打一辈子的光棍。如今看来，老头子分析得很对啊。老夫人感情的事急不来，这可是人生大事，要过一辈子的。要是像海玲那样识人不清，虽说现在离婚不是事儿，却也浪费了几年的青春，代价太大啊。外面响起了开门声，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回来了。老太太提醒他注意你的称呼。梁姨猛点头。战印夫妻俩开门进来的时候，看到的是梁姨陪着老太太在看电视。战先生，海小姐，你们回来了。梁姨起身笑着说道：“战先生，老太太来了。”“奶奶。”海童走过来：“奶奶，你先回来了呀？我还在跟战印说，怎么不见你去我店里的？我去你店里怕打扰你做事，就让奕晨直接送我过来了。”战家的人，海童跟老太太最熟悉，2个人就像亲婆孙似的，有说不完的话，让战印都心生嫉妒。海童和他在一起，可没有说不完的话呢。奶奶住进来是打算跟他抢海童的吧？哦，完了！海童忽然想起一件事，他拍了一下战印的大腿，说道：“战印，咱们家里只有3个房间是有床的，奶奶今晚睡哪里？”给梁姨买床上用品的时候，他应该多买1张床放在另一个客房里的。这不，老太太来了，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战印看看他拍他大腿的手，再看向自家奶奶，他是跟奶奶说，让奶奶吃完午饭就去海童的店里，老人家却直接来明苑花园。等他夫妻俩回来了，夜已深，老人家的房间没有准备好，只能跟海童睡。奶奶的心性，战印敢说奶奶会把海童赶出房间的。他就知道让奶奶住进来，奶奶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他夫妻俩同床共枕。老太太说道：“彤彤，我跟你睡就行。”“也行，只要奶奶不嫌弃。”老太太笑：“我怕你嫌弃我老太婆。”“我不会嫌弃奶奶的，奶奶，我先帮你把行李箱拉进去。”海童起身就帮老太太把行李箱拉进她的房间。老太太起身跟随，不过在起身时瞪了孙子2眼，那眼神啊，战印懂。她的脸绷得紧紧的，一声不吭。老太太进房后，她和海童都没有再出来。战印略坐片刻，也起身回房去。梁姨是最后一个回房的，她进房后还不忘把门反锁，让大少奶奶半夜无法撬开她的房门进来跟她睡。战印则是先反锁房门，走了几步后，他停下来，眉头紧锁，纠结了好一会儿，才折回来开了房锁。